今天呢，我们再来聊一聊我这个小折单车。今天早上呢，我骑出来啊，可能在某个地方过了一个坎，磕了一下，结果呢也没注意啊，总觉得这个方向把呢稍稍有点跟原来位置上有些不同，但是它并不影响骑行，我也没在意啊。等到我骑了一圈回来收车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啊某个地方卡住了，它回不到原位啊。找了一些原因呢，也不知道为啥，结果呢就用扳手啊，干脆把这个车把拧松，再回到正常的一个卡位的地方，然后呢再给它拧紧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只有一个小的可以拧这种规格螺丝的一个短扳手啊，力臂不够长，可能没有拧紧，所以我在刚才出来试骑的时候呢，差一点啊出了大状况。就是这个车把突然之间呢，它就向前倒了，幸好呢它没有倒到一个非常大的角度啊，否则的话呢就会把我从单车上掀翻下来。所以呢赶紧又回去啊，重新拧紧车把的螺丝。刚刚在松弛这个车把和重新拧紧螺丝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啊，这个车把它其实就是靠一条螺丝来把它拧紧，所以结构呢非常的单纯，也有点过于简单。所以我想呢，不管是谁啊，骑这样的单车、这样的车把，在一个颠簸的路上骑久了，多多少少呢会产生一些震动。所以这个单车的结构啊，注定了它在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你如果没有注意及时的去把每一个螺丝都拧紧的话，说不定呢某一天啊就会出现像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突然呢因为螺丝的松动，使得这个车把呢就可能会松脱，甚至会脱落。如果你骑得很快啊，或者在一个下坡的路上，就有可能人仰马翻。所以呢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。所以我特地呢，今天也想把它分享出来，跟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和网上骑行这样的小折单车的那些朋友们呢，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因为其他的我觉得问题都不大，包括轮胎在半道漏气啊、爆胎啊，我觉得都还好。但是如果说你把身体的重心都压在这个车把上，而这个车把突然向前翻转的话啊，那这个呢就有可能造成你的人的重心完全向前倾覆，特别在高速骑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很容易出现重大事故啊。我想想都心有余悸啊。虽然我现在自认为已经把它拧紧了，也在做一个缓慢的适应性的骑行的过程当中，依然会有一些后怕，就生怕它又出现刚才同样的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也借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啊，锻炼有风险，骑行要谨慎。特别是呢，对那些已经陈旧的单车啊，不管你是一手买来的还是二手货，都必须呢时常的检查，定期的保养。尤其呢是把那些重要的部位啊，一定要检查螺丝是否拧紧，刹车是否有效，胎压是否正常等等这些呢，如果都做到了，那么基本上可以做到骑行无忧。否则的话呢，分分钟就有可能会出现状况啊，发生事故，甚至呢会造成人体的伤害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跟我一样喜欢骑行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引以为戒啊。
已经骑行了一阵啊，总体感觉呢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慢慢打消我刚才产生的担心啊。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，我也是有意的来晃动一下我车把啊，但是呢，感觉目前来讲好像还都完好。以前呢，只是经常会顾忌车的后轮啊，那个支撑架上面的螺丝，因为上次呢已经掉过了一回，螺丝呢掉到哪里也不知去向啊。最后呢，只能到单车铺去找了一个替代品。之后呢，也经常会检查一下后面的那些容易螺丝松动和脱落的那些地方。这些呢，都已经几乎成了每天出行前的检查的习惯啊。看来呢，今后可能还得要更关注一下这些车把啊，这些脚踏边上的螺丝等等啊。凡事呢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啊，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老话，也就是经验主义。很多事情的话呢，你不去做，什么错也不会犯，但是呢，你也不会有任何的经验。但是呢，做人就是也不能傻大胆，不能吃了大亏啊，形成了无法挽回的错误才觉悟。这样呢，就有可能会对你自己身体啊，甚至精神上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。刚刚呢，看到有2个年轻的老外啊，都是白人的面孔。他们2个呢，骑着一辆应该就像以前50cc 的那种小摩托车啊，当然也不知道是电动的还是汽油的啊，在村内呢骑行。在祈福村内呢，有很多这样的外国面孔啊，可以看到他们在村内驾驶、骑车，当然也包括电动车、自行车。这些简便的交通工具啊，看来人数还不少。虽然现在疫情这个阶段呢，有很多人呢大概打道回府了，或者呢也对中国的这些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啊望而甚微，所以回去以后呢也很少再踏足啊这里，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啊，他们作为外来户，作为少数的人群。原本呢也是喜欢抱团取暖，经常会在祈福的那些咖啡店啊，有那个门口露天座位的那些小店，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呢也会像老朋友一样啊，见了面就会打招呼，都会闲聊。但这种光景呢，已经好久没有见着了。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疫情的原因啊，使得很多人呢都选择退避三舍。暂时啊，或者永久性的回到了他们的故乡。前段时间呢，祈福新村啊，好像在向政府申请一种叫国际社区的一个试点区吧，具体名称可能不准确啊，但是意思应该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不管是这个屋村呢，它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化，外面来的面孔。让这个社区呢丰富多彩一些，同时作为政府啊，
其实也是暗中鼓励这种国际化、国际人员的流动，进而呢带来更多的不仅是文化啊，还有实实在在的经贸方面的交流和交易。我想呢，大部分老百姓啊也对这样的事情乐观其成。我相信不会有人呢，因为在中国的大街上、乌村里面见到更多的外国人的面孔呢，就心里不爽，就觉得我们这边的文化呢被侵入啊，或者呢产生对过于敏感的感觉啊。虽然呢，有些人在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啊，有人就会指桑骂槐，就会借故呢做一些个人情绪的宣泄，甚至呢产生排外、仇外的心理。我相信啊，作为泱泱大国啊，本身呢这个国家地缘文化不同，连自己人呢观念上都会产生很多分歧啊，更何况啊跨越了国境。不同种族之间、不同文明之间呢，理所当然的也会产生一些冲突啊。就好像我们以前去到西方的国家，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文化休克，就是你看见那些东西，你觉得与自身的理念啊格格不入，进而呢就会产生一些文化之间的冲突啊。这个呢，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啊，只要有交流呢，肯定会面对着不同的理念、不同的文化，而这些冲突的背后呢，往往都是一些利益方面的纠结啊，或者是这种方面的考量。现在呢，已经在村里啊，围着祈福湖转了几圈了啊，感觉呢跟车把松脱前的感觉啊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呢，作为今天的第二段的骑行，我们就见好就收吧。但是以后呢要注意啊，每次出行前呢，都是要更仔细的检查一下那些重要部位的螺丝，排除一些安全的因素。确保呢骑行安全第一啊！只有在安全的前提底下，才能获得骑行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村内的骑行，特别针对啊今天的一个单车前车把出现的松动，差点造成的事故呢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分享，以便呢那些有同样骑行的爱好者啊，引以为戒。防患于未然。那我们今天的骑行慢聊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一贯的支持和观看，也祝大家呢健康平安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天。再见，拜拜。